马斯克一个5分钟的决定，却让特斯拉承受了700天难以忍受的代价，销量断崖式下跌，核心大降，接连离职竞争对手疯狂围剿时，至今日特斯拉依旧没有缓过来。马斯克究竟做了什么决定？他又为什么那样做？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改变特斯拉命运的时刻— 2024年2月那场著名的鸿门宴。我是这么认为的，这场会议就像是特斯拉的一个分水岭。之前是高速增长之后嘛，麻烦就一个接一个来了。加州帕洛阿尔托特斯拉总部一间看起来可能很普通的会议室，里面坐着的都是特斯拉最能打的核心高管，什么管业务的副总裁，管技术的超级大牛都在场会议。开始可能还挺正常，但等到马斯克开口宣布那个决定的时候，好家伙，我估计当时房间里的空气瞬间就凝固了。他决定立刻砍掉被寄予厚望的平价电动车项目，也就是大家盼了好久的 Model 这一下可就真算是捅四煞失踪，聊马蜂窝了。据说是几乎全场的高管都坐不住了，集体反对。咱们凭常识想想也能理解，这些高管可不是吃干饭的，他们手里肯定拿着各种市场报告10亿 P 桑数据模型，苦口婆心的劝马斯克老板，这车可是我们打开大众市场的钥匙啊，没了它我们以后怎么跟那些中国车企拼？他们想的肯定是一个更稳妥的方案，一边用平价走量的 Model 2稳住基本盘赚着钱，另一边再陪着老板你去搞那个超级科幻的 Robotaxi 自动驾驶出租车。梦想这叫两条腿走路。但马斯克是谁呀？他根本不吃这一套。在我看来，他当时的内心独白可能是这样的：造一辆2.5万美元的普通电动车太无聊了，这简直是的轰兮兮，就是给华尔街那帮家伙交作业，完全违背了我创立特斯拉的初衷。要干就干票大的，要改变就改变世界。他觉得特斯拉的未来根本不是什么汽车公司，而是一家顶级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公司。他赌上一切的就是那个叫做 FSD 的完全自动驾驶技术。他曾经说过一句很狂的话，大意是特斯拉要么就靠地轰 FSD 成为市值万亿的巨头，要么就一文不值。所以在他的蓝图里， Model 2这种平民车型已经没位置了，他全部的家当都要压在那个叫 Cybercab 的未来后时出租车上。结果就是马斯克力排众议，一锤定音。我觉得这充分展现了他那种独裁者式的管理风格。我相信我的判断你们都别说了，就这么定了。而会议的后果也是立竿见影，几位在会上吵得最凶的核心高管在会后没多久都陆续离职了。这说明什么？说明公司内部那些主张脚踏实地关注大众市场的声音被彻底清洗掉了。为了填补 Model 2留下的空白，特斯拉后来只好搞了个减配降价版的 Model Y 来应付市场。但明眼人都知道这诚意肯定是不够的嘛，所以我个人觉得2024年2月的这场会议就像一声惊雷。它不仅是砍掉了一款车，更是特斯拉战略方向的一个极端转折。马斯克用他绝对的权威亲手关闭了通向大众市场的大门，选择了一条更为激进也更为孤独的 All in AI 之路。从那天起，特斯拉已经彻底改变了剧本。那么剧本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首先最直观的就是销量雪崩。说实话，看到那些数据的线的忙时候，我还是挺震惊的。 Model 2项目被砍，等于特斯拉自己放弃了进攻大众市场最有力的武器，结果就是增长引擎直接熄火了。2024年特斯拉全年交斯拉季窗车辆出现了自2015年以来的首次下滑，虽然只跌了 1.1%， 但这个转折点的信号意义太强了。等到了2025年，那真是跌得有点惨不忍替后，赌了第一季度同比下滑 13%， 第二季度再跌 13.5%， 创了10年来的最大跌幅。更具体点看2025年10月，它在中国市场只卖了26000辆车，同比暴跌超过1/3，市场份额缩水到只剩 3.2% 了。在欧洲更夸张，瑞典市场销量跌了近90%，丹麦也跌了80%多。这说明什么？说明光靠 Model 3和 Model Y 这两位老将，再加上那个看起来酷但交付量也腰斩的 Cybertruck， 根本打不过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了。当初那些高管们的担心现在是一语成谶。但我觉得比销量下滑更可怕的是灵魂人物的集体出走。
这可不是普通的人事变动，在马斯克拍板之后不到2个月，当初极力反对他的3位核心高管管电池电机的大佬巴格利诺管政策的帕特尔，还有管车辆项目的丹尼尔，和全都走了。尤其是巴格利诺在特斯拉干了18年，是技术上的顶梁柱，他的离开在我看来简直就是特斯拉创新灵魂出走了一个重要的部分，而且这股离职潮斯拓奢中根本没停。2025年1年里前后有10几位核心高管离职，很多都是负责具体把车造出来的车辆专家，这传递出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当马斯克决定把公司的未来全部压在 AI 和 Robotaxi 这种未来概念上时，这些实实在在懂得如何设计生产一辆好车的顶尖人才在公司里已经变得不重要。是4聊马斯克可能是留下了一个更听话的团队，但一个只懂得执行却失去了顶尖创造力和工程实现能力的团队，还能造出颠覆性的汽车吗？我对此是东的打个大问号的。所以你看，这就形成了内忧外患的恶性循环，内部核心人才不断流失，据说连 Cybertruck 都因为品控问题被多次召回外部呢竞争对手，可不会等你在中国有小米这样的新势力用高配低价快速抢欢短吗？市场在欧洲大众这样的传统豪强也醒过味来，开始猛烈反击。更要命的是，马斯克本人一些有争议的言论还让一部分欧洲消费者因为政见问题力道使抵制特斯拉，这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所以我的观点是，当年马斯克那1亿孤行的决定就像是推倒了第1张多米诺骨牌，他亲手折断了指向大众市场的剑，以为能轻装上阵去追逐 AI 的星辰大海，但结果得到的不是一个更团结的帝国，而是一个从内部开始出现裂痕的堡垒销量下滑，人才流冗失竞争围剿，这些都是当下必须吞咽的苦果。特斯拉从一个用极致产品力颠覆行业的挑战者，变成了一个把所有赌注压在不确定未来的冒险自不范儿加。这个转变的代价实在是太沉重了。而当特斯拉自己陷入内耗的时候，全世界的竞争对手可没闲着，一场精心策划的围剿正在上演。我先给大家说几个触目惊心的数字。2025年1月，特斯拉在欧洲的销量暴跌 45%， 市场份额就剩可怜的 1% 了。在法国和西班牙跌幅更是超量130%，过60%。就连他曾经的欧盟大本营德国1个月才卖了1277辆车。更扎心的是，在英国市场，特斯拉销量第一次被比亚迪超过了。就连北美老家加州的市场也在萎缩，中国市场上2025年1月销量也下滑了 11.5%， 而同期比亚迪、吉利这些对手都在以几十的速度狂飙。这说明什么？说明特斯拉在全球主要市场可以说是全面败退。但最让我觉得有意思的不是它卖得不好，而是它为什么卖不好。我个人的看法是，这场竞争的规则已经彻底改变了。以前是产品对产品，好比是 Model 3和大众的 ID.3 单挑，看谁的产品力更强。但现在完全不是一回事儿，这已经变成了一场生态系统的战争，是整个产业链在对抗特斯拉一个公司。我给你打个要会儿踢通，比方你就明白了。这就像打仗，特斯拉以前是个武功高强的孤胆英雄，靠着一身绝技打遍天下。但现在他的对手，特别是中国车企，可不是一个人在战厮斗，他们背后是一整个装备精良、配合默契的集团军。这个集团军有多厉害？从电池，比如宁德时代、电控到智能座舱，中国形成了全世界最完整反应、最快的新能源产业链。这就让中国车企能像下饺子一样，用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推出有竞争力的新车。比如你去看红旗 HS6 费那样的车，续航细不破能到1650公里，这背后要是没有强大的产业链支撑，根本不可能实现。这里有个特别值得玩味的现象，大众汽车甚至愿意亏着钱也要跟套号报中。特斯拉打价格战抢市场份额，这说明什么？在我看来，这说明传统巨头已经醒了，他们意识到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商业竞争，而是一场关乎未来生死亡的战役。暂时的亏损
是为了不被时代彻底淘汰，是为了拿到通往未来世界的门票。所以我个人觉得马斯克可能犯了一个历史性的判断错误，他可能还以为是在跟一家具体的车企公司竞争，本质上特斯拉要对抗的是中国举国之力打造的强大工业体系，以及整个欧洲向电动化转型的坚定决心，这是一种国家意志级别的力量。当特斯拉的 FSD 完全自动驾驶因为不适应中国复杂的路况而频频水土不服，甚至闹出一天被扣12分的笑话时，就暴露了单点技术突破在面对庞大成熟的产业生态时的无力感。总而言之，汽车行业的游戏规则已经彻底变了，从拼产品升级到了拼生态、拼体系。马斯克和特斯拉能否在这场围剿中翻身，我看关键不在于他那个 Robotaxi 的梦做得多美，而在于他能不能真正认识到自己面对的早已不是几个对手，而是整个时代浪潮的方向。